只研判结构，不博弈价格。大家好，我是老秦。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都在看，但没几个人能够看懂的标的 SpaceX。它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 IPO， 但是有很多人他看不懂。我知道你点开这个影片，脑子里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没错，就是火箭。要么是从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要么是一级助推器稳稳落回发射台，壮观、震撼，全球媒体争相转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那些火箭都是噪音，并不是贬低，这是事实。真正值钱的东西在大气层上面，你看不见、摸不着，没有火焰，没有轰鸣，它叫 Starlink。如果你今天不搞懂 Starlink 的 Unit Economics， 就是它的单体经济模型，每一个用户值多少钱，每一颗卫星能赚多少，整张星座的现金流机器是怎么赚起来的，那么你就不配碰 SpaceX 这只股票。我不是在骂人，我是在提醒你，散户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故事当逻辑。我告诉你 ，SpaceX 不是一个故事，或者说它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背后有一套冷静、非常残酷的商业结构。今天我们就把它们拆开来看。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这是 SpaceX 过去一年的估值路径，非常的清晰。2025年12月 ，SpaceX 董事会批准了一轮内部股权交易，成交的价格每股420亿美元，对应公司的估值是达到了8000亿美元。请注意图上这3根柱子：2024年12月3500亿，2025年年中4000亿，到了2025年12月直接跳到8000亿。一年之内从3500亿翻到8000亿，翻了1倍多。我见过太多散户拿着2024年的3500亿数字，还在那儿讨论贵不贵。朋友，我告诉你，那个锚点已经过期了。Bloomberg、路透社多家媒体披露 ，SpaceX 正在与高盛、摩东大通、美银和摩根士坦利接触，为2026年 IPO 做准备。目标的估值区间达到了1万亿到1.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家从未上市的航天公司，现在已经比肩 Meta， 逼近 Alphabet。但是问题来了，这8000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分拆图。SpaceX 它从来不是一家公司，它有4张王牌，请注意图上这4个色块。第一张牌，发射业务，左边蓝色区块 Falcon 加上部分 Starship， 现金流稳定，但增速有限，估值区间达到800亿到1500亿美元。第二张牌 Starlink 青色最大色块，宽带、企业、军方全在这里，这是今天的主角，后面给你重点的拆写。第三张牌是 Starlink 加上火星期权，橙色的一个区块，这是远期的 Call Option， 巨大的弹性。第4张牌，军工与新业务 Starshield 等等，目前体量小，但是估值弹性极高。所以说把4块加总，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箭头落到了7000亿到1.15万亿的区间，与当前8000亿锚点和1到1.5万亿 IPO 的目标是完美的对应的。今天我们重点给大家解剖第2张牌，也就是 Starlink。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对比图，我们先快速的处理发射业务，让大家打一个基础。左边是欧洲传统航天商 Arianespace， 每次发射成本，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是高达 1.4 到 1.8 亿欧元，毛利率低得可怜，大约只有 12%。右边 SpaceX Falcon 9，对外报价约7000万美元一次，内部发射边际成本是达到1500到2000万美元。我们来算一下这个毛利率，7000万的报价，2000万的成本，毛利率可以给你达到 70%到 80%。
这个就是可复用的威力。同一枚助推器可以飞20次、30次，甚至更多。成本曲线往下压，报价不变，利润给我留在了口袋里。传统航天承包商做一次赚一次，没有复利。SpaceX 做一次，下次成本更低，边际利润更高。但发射业务有天花板，发射频次，市场需求就这么多，这个板块800到1500亿估值够了。现在我们进入到主菜，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 Starlink 用户的增长。我要你看这条曲线，这张折线图。在2026年的2月，马斯克在 X 上面亲自确认 Starlink 全球活跃的用户已经是突破了1000万。注意这个斜率，在2024年初300万，2024年底460万，2025年6月600万，2025年12月900万，到了2026年的2月，也就是图上最右边绿色高亮的节点是1000万。2年之内从460万翻倍到1000万，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你以为这是增长数字？不，我告诉你，这是一张现金流的地图。每增加一个用户就多一份订阅收入，每月自动扣款，不需要重新销售，这个叫做 recurring revenue 循环收入。软件公司的估值逻辑你们懂的。我们再切换到这张图 Unit Economics， 这里有3张卡片，这是整个分析最核心的3个数字。请注意左边第一张卡，综合 ARPU 1500到1700美元每年，折合月度125到140美元。这是每个用户平均贡献的年收入，不只是散户用户、航空公司、海事客户、企业专线、军方这些高付费客户把整体的 ARPU 拉了上来。中间的这张卡，2026年 Starlink 预计收入是可以达到155到160亿美元。请注意右边这张卡，这个是我最想让你看到的。2026年自由现金流 FCF 约49亿美元。FCF 是什么？不是营收，不是利润，是扣除了所有资本支出之后，真实落入口袋可以随意动用的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这是3年财务预测图。大家可以看这3组柱子，青色是收入，绿色是 EBITDA， 橙色是自由现金流 FCF。从2024年到2026年，3条曲线同步向上。重点看右边，2026年这一组，收入可以达到157亿 ，EBITDA 是110亿。FCF 49亿 ，EBITDA 的 margin 是超过70%。这不是一个卫星通信公司，这是一台经过精密校准的印钞机，而且它刚刚进入复利加速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卫星越多，覆盖越广，覆盖越广，用户越多，用户越多，现金流就越厚，现金流越厚，再融资就越便宜，越便宜，那么它的星座就会铺得越快。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正向飞轮。一旦转起来就很难停下来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份额。有人问，这个市场难道没有竞争对手吗？有的，但是你看完这张图你就明白了。Ookla， 全球最权威的网络测速平台，2025年第3季度的数据，请注意图上这几乎占满整个圆的那一块是什么？是 Starlink， 97.1%。图上右边这根细线，所有其他玩家加起来不到 3%。 97.1%。 我们在讨论市场份额其实是有点失真了，因为在卫星宽带这个细分市场， Starlink 已经不是龙头了，它其实就是市场本身。我们再来看一下卫星数量的对比图，很多人都担心 Amazon 的 Kuiper， 我们来看一下这2条横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 Amazon 的 Kuiper， 截至2025年9月，在轨卫星是达到102颗。然后再来看一下 SpaceX Starlink， 截至2026年2月是达到了8377颗。中间黄色箭头标注的是代际差距，达到82倍。你听清楚了，一边是102，一边是8377。Kuiper 计划2029年前才在轨。
3236颗。等它达到3000颗，我相信 Starlink 已经开始在布局下一代星座了。这个不叫做竞争，这个叫做代际差距。我们再回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8000亿贵不贵？1万亿有没有支撑？大家来看一下这张估值的区间图，请注意这4根条形从上到下，保守25倍 EBITDA 算出来是2750亿美元，基准30倍 EBITDA 3300亿美元，乐观35倍 EBITDA 是3850亿美元。最底下橙色那一根 ARK 2030年终局目标是可以达到6000亿美元。请记住，这是 Starlink 单独一块的独立估值。如果 Starlink 今天单独 IPO 拿下3000亿市值，问题不大。乐观一点，华尔街给到4000亿都会有人买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ARK 敢喊 SpaceX 2030年整体2.5万亿，本质上就是在给 Starlink 打一个全球通信超级平台的终极定价。最后，大家来看一下这张数据速查表，你可以看到，把这些故事剥离掉，我们只看绿色列里的这些数字，从上往下读，8000亿，这是它的最新估值锚点，1000万是它的活跃用户，100亿到120亿是2025年的收入，155亿到160亿2026年预期收入，49亿是它2026年自有的现金流，97.1%是卫星宽带市场的份额。这样的商业模式配上马斯克这一套极端的执行力，华尔街给1到1.5万亿估值是有数据支撑的乐观，并不是凭空的捧杀。ARK 的2023年 Base Case SpaceX 整体企业价值达到2.5万亿，摩根士坦利更早的模型 Starlink 独立 IPO 市值是达到3000亿级别。这个绝对不是 KOL 在吹泡泡，这是机构在用 EBITDA 倍数认认真真的去建模型。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件散户总是忘记的事情，你今天买不到 SpaceX 没有上市，2级市场有门槛，个人投资者进不去。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当它终有一天站在你可以交易的报价屏幕上，你要不要在那个位置接过他手里这个关于人类下一阶段基础设施的接力棒？那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但至少你要在那天来临之前把逻辑搞清楚。我是老秦，今天是秦鼎资本的第1期视频，如果点赞数超过了200，下一期我会告诉大家更多的关于新建 Starship 的单次发射成本路径，以及它如何重新定义地球轨道这门生意。请大家帮我点个关注，别让算法把你漏掉。